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今天是我们全新的一个企划，是世界百大品牌的故事的第一集。我先破个题，如果把时间比喻成一条看不见的河流，瑞士多半在河岸边盖漂亮的桥、雕花的栏杆，让你走过去的时候感受优雅。而日本的 Seiko 精工则是直接下水，研究水流、水温，甚至是河床的砂石结构，把整条河的运作都搞得通通透透。于是它能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天气、任何族群，造出一座你走得安心、走得舒心、带得开心的那一道桥。今天我们就用一口气的方式，把这条时间之河从1881年一路聊到2025年。听听 Seiko 如何把日本的现代化、灾后的重建、战后的重建、科技的革命以及东方的审美，通通绑在一只只的手表里面。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，我是设计师吉米。开始之前照惯例，拜托大家帮我按个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看到 YouTube 中间跳出广告，拜托帮吉米多看10秒钟。你们一个无心的动作，对吉米和小编来说是活下去的续命单，谢谢啦。好，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角 Seiko。今天我们没有要背年份表，也没有要跟你比历史，我们就像朋友喝咖啡一样，边聊天，喝点小酒，聊一聊时代背景，聊聊那些在显微镜下才看得到的细节跟历史的浪漫。你们知道吗？ Seiko 的故事其实不是从品牌开始，而是从一个人开始，从一个21岁的年轻人，他叫做服部金太郎。1881年，他在东京银座开了一间钟表修理的小店。那个时候，日本刚经历明治维新，在整个社会好像就是按下了加速键一样，铁路、邮局、工厂，全天的到处林立。大家忽然意识到，准时不只是礼貌，也是国家的力量。你没有表，就像你今天没有手机一样，工作、社交、生活步调会立刻乱掉。金太郎看得很清楚，如果日本要跟世界接轨，时间工具必须自己掌握。于是他不再只是卖，也修，边拆边学，像今天的年轻设计师一样，先改别人的东西，练完功再来做自己的东西。到了1892年，他干脆直接盖工厂，取名精工社，也就是最早的 Seiko Shop。这3个字霸气到不行，精是精密，工是工艺，社是制造的场所。这并不是口号，而是一个愿景。服部金太郎跟自己说，我们要做出日本最精密、最漂亮、最可靠的时间机器。而3年后，第一只怀表 Timekeeper 诞生。1913年，第一只日本的腕表 L'Oreal 出厂。那时候全球从怀表转向腕表， Seiko 这么快就切进去。虽然当时的精工社一天只能生产50枚的手表，但那口气却很明确，日本不能只是靠进口，我们也要自给自足，自己制造。然后命运的钟声敲醒了。1923年，关东大地震把东京烧成一片火海，工厂倒了，店没了，连金太郎自己的家都没了。如果换成是我们一般人，可能会心灰意冷，但是服部金太郎他没有，他在废墟之中重新重建，在隔年的1924年推出第一只挂在 Seiko 名字上的腕表。原本他想要叫 Glory， 但他后来选了 Seiko， 因为 Seiko 在日语里面既有精密也有成功的意思。这不是改名，更是一个宣告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还会走得更远。这种浴火重生的气质成为之后100年精工的底气。那说到这边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时候精工到底厉害在哪里？其实很实际，就是一个字：准。1929年，日本国铁选用 Seiko 的怀表作为官方铁路的实际，火车误差几分钟就有可能造成事故，铁道选你就代表你是真的很稳定。而这种国产可用的信心，一直到后来，到1937年，集团内部开始专业分工，第2精工社开始专攻腕表，那另外一个精工社
周访的精工社也开始投入生产，两股势力开始相互较劲，就像两个不服输的兄弟，将良性竞争把技术硬是抬高到更高的层次。专业的玩家，话说直白一点 ，Seiko 很早就是垂直整合，从零件到组装一条龙的供应链技术都握在自己手里的生产商。这也是他后来能做出石英革命 Spring Drive 9F 的 HAQ 的一个根本跟基石。然而，二战让一切归零，但是需求会反弹。1950年，日本的经济正式起飞，所有人都在跟时间赛跑。Seiko 在这里交出一系列的工程师的浪漫。1956年 Marvel， 1959年 Gyro Marvel 带来了 Magic Lever 自动上链结构，非常简单的结构，耐操，效率高。今年你打开不少 Seiko 的机芯，还是能看到这个 Magic Lever 的影子。这不是炫技，而是为让一般人也可以带得住、修得起、用得久。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说，就是以可靠性的工程作为核心设计的哲学。但 Seiko 的野心当然不只有在民用。1960年，他们端出了 Grand Seiko， 一句话，我要做出能够更好的腕表，去直球对决瑞士的天文台标准。这不只是产线的升级，也是一种国家文化的宣言。接着1964年东京奥运 Seiko 担任官方实际，全世界第一次用赛跑的秒数、投掷的距离、真切的经验，日本精密工业的精准。那几年 Seiko 把一个品牌该做的3件事情都做了：产品、赛车、标准化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每次只要日本让世界重新认识自己，都是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做到极致，然后不大声的讲，只用成绩来说话。到了1969年的圣诞节 ，Seiko 做了一个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事情，就是推出世界第一只石英腕表 Quartz Astron。讲白话一点，它比机械表精准100倍。这不是把螺丝锁更紧而已哦，而是直接换了一整套的逻辑，用石英的振荡器作为时间的基准，用电路控制步进马达、驱动指针，于是石英的革命就此爆发。瑞士无数的品牌被时代的海啸扫到沙滩上，少数几个能够熬过来的，也都被迫转型。站在0.1% 的这个专业玩家的视角来说 ，Astron 的伟大不在于准，而是在于定义权的转移。从机械、发条、摆轮转到电子震荡、温度补偿 ，Seiko 把时间该怎么被测量这件事情从瑞士移到了日本，从工艺的细腻扩张到工程的科学。很多人以为 Seiko 接下来就是一路的数位化，但他做的其实是千手观音，每一只手都很厉害。1973年，世界第一只6位数 LCD 石英表诞生。1975年，世界第一只钛金属潜水表诞生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潜水员的盔甲，轻硬，不怕腐蚀。这背后也有一段故事，有一位专业潜水员写信来跟 Seiko 抱怨，市面上没有一只表能够撑得住深海作业。Seiko 工程师真的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研究压力、盐分、汗水、撞击，最后造出了这一支 Professional Divers 600公尺。他们用了 L 型的垫圈、整体式的内舱、外护圈把结构扛起来。1978年更是把石英塞进了饱和潜水表600米，去做更精准的测试。这种用户写信来，工程团队就进山闭关研究，然后拿出能够救命的东西。这样子的节奏，多像今天的软体迭代 ，Issue、Sprint、Release。Seiko 其实很早就在依照着这样的步骤在成长。同一个时间里 ，Seiko 也把年轻市场抓住。1963年 ，Sportmatic 5把自动上链、新奇日历、耐用的表壳、耐震统统打包，演化成了这就是我很喜欢的 Seiko 5的前身。1979年推出了 Alba， 是专门设计给年轻族群。1995年有 Lukia 将女性的日常跟时尚融合。
你会发现它不再只是一个技术公司，也是一个品牌结构大师。从几千块到几十万，从机械到石英，从户外到正装，每一层楼都有人在顾，而且每一个顾的人都顾得很到位。那讲到计时 ，Seiko 也用了很日本的方式来证明自己。1985年，成为了 IAAF 世界田径总会的官方计时。1987年，罗马开始一路服务到2023年的布达佩斯，2025年东京再次回到主场。这一次不是自助，这一次是大型技术的检定考。风、雨、温差、汗水、泥巴，每一样的天然环境都在找你的麻烦。所以能连续拿下这一些大的标案，也代表你的系统在现场是最能打、最专业的一个视角。Seiko 把时间工业化的那一派，从校准时间、传输、显示、判读、资料记录，这些设计也是为什么后来他们能够把 GPS 太阳能塞进一只 Astron， 抬手就是对时区。时间到了1999年 ，Seiko 又来了一个让全业界掉下下巴的创举 ，Spring Drive。这个东西我很难用一句话跟大家解释清楚，但是我会尝试着说给大家听听。它用机械的发条提供能量，驱动一个滑行轮产生微电流，让 IC 与石英振荡器不断校正速度。于是秒针不是用跳的，而是用滑着，它是用滑的走。你看着它走，就像是一条光滑的溪流，无声无缝无息，时间真的就在你眼前流动。对于 0.1% 的专业玩家来说， Spring Drive 的难不在于把石英和机械 hybrid 在一起，混合在一起，而是把两者协调到天衣无缝的黄金比例。能量管理、电磁制动曲线、齿轮比、摩擦系数、温度，全部都要经过精密的一系列计算。这是纯机械或纯石英都不可能会需要去面对的复杂程度。Seiko 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做成了日常、可代、可维护的产品线，这是非常强大的系统工程实力。然而同一年，还有一个被忽略的主角，就是 9F 系列高精度石英 HAQ。很多人一听到石英就觉得它代表了便宜、塑胶感，但 9F金属甲板有个轴承宝石，乃至逆跳抖动修正、双脉冲驱动来推动更厚实的指针，温度的补偿把年差压进到正负10秒的这种夸张数字。它不是一般的8T 系列的石英机芯，而是它是 9F， 它的年误差是在正负10秒。那顺跳的日历干净利落，还能够做到防尘、防油、防静电，基本上你表放着1个月不带，拿起来一看，时间几乎都没有跑掉，就是这样子的平静可靠。Seiko 给职人、通勤族的一个温柔。以我认识的一些制表师的说法来说， 9F 就像是工程师对时间的礼貌。2000年以后， Seiko 把太阳能、电波、GPS 都玩到发展到非常的成熟。2012年 Astron GPS Solar 上线，低功耗 GPS 接收器39个时区的自动对应，靠光发电旅行到地面，抬手对准当地时间，你不需要参考手册，不用知道 UTC 或者是 DST， 抬头看天空，这只表就跟卫星连线过了。这一刻 Seiko 把1969年那一颗 Astron 的精神重新定义，不只是在桌上更准，而是在地球上任何一个位置都很精准。品牌的策略也在日益更新，也在进化。时间来到了2017年 Grand Seiko 从 Seiko 的母品牌正式独立。那这一步非常的关键，因为它让 Grand Seiko 可以用更清楚的语言跟对手对话。它的目标，它的对手是 Omega， 是 Zenith， 是 Rolex， 甚至是往更上面的手工品牌。Grand Seiko 不是喊口号，它拿出的是真正的 Zuratsu 镜面抛光，指针与时标在显微镜下边缘的切割有如刀刃。雪白的面盘，比如经典的 Snowflake， 白桦树 White Birch， 把日本的自然风景压缩成面盘纹理。
9S85的高振频机芯，9SA5的双脉冲擒纵自由振动摆轮，双发条盒可以产生80小时的动力储能 ，Sprung 合金弹簧，一个个听起来材料、科学与精密加工的术语，被他整理得像诗像画。站在0.1% 的专业角度 ，Renseco 的强项不是像瑞士，而是不必像瑞士。他拿日本最擅长的材料学、表面处理、极限公差去定义高级制表的新的高标准。那说到工坊跟人，我还想带你们去2个地方，一个是Shizukushi， 还有一个是Shinshu。OK， 那一个好像叫卯石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后面叫做信州啦。Shizukushi 我不知道中文叫做什么。OK， 我会把它请那个小编打在荧幕上面。OK， 前者他做的是高端机械，后者做的是 Spring Drive 的高端石英机芯。那再往里面走，还有一个 Micro Artist Studio， 在那边你就会看到传说中的 Quader A7 Second。这个表，当你看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这好像没什么。可是你仔细一看，它的白陶瓷面一笔一画的手绘刻度，秒针像水滴般的划过，不是浮夸的雕花，而是留白的一种美学，是日本工艺最难学的，做到99分还不够，重点是那1分的自制跟节制。当你看过1期 Second，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Seiko 不光只是一间公司，而是一个文化系统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到你跟我都会戴的手表。1965年，日本第一只潜水表最有名的62 Mass， 外观克制，功能到位。1967年的单体表壳300公尺，1968年的 High Beat 6159系列上线拉高，一直到1975年、1978年的尾鱼罐头有出了这个所谓的金罐头，还有陶罐头，这个就是那个表的那个外护圈。把结构维护现场的问题解决，到今天的 Prospex 的复刻现代的诠释，让潜水表不只是工具，也能够日常风格的搭配。在正装的路线上，他们也推出了 Presage， 把日本的珐琅、漆艺、七宝工艺带进了量产级别，让人们可以用可负担的价格感受工艺。年轻的路线 Seiko 5靠晚配色造型玩出无限的变化，街头潮流与机械入门双双都能够满足年轻人。这种每一个价位都能够买到实在的企业结构，是 Seiko 的一个商业奇迹。你很难想象一个品牌可以从3000台币到30万台币，永远都在它的楼层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坐下来。但是 Seiko 也懂得把难的留在背后，把用的放到台前。1969年的6139自动计时垂直离合搭配导柱轮，让启动的手感非常的干脆利落，是当年几个自动计时先锋之一。1963年 Crystal Chronometer 把石英缩小到可以携带。1964年 Crown Chronograph 诞生。1969年6800的超薄2针设计，把机芯的厚度压在了2个 millimeter 的级别。1973年06LC 的液晶萤幕诞生。1982年的 TV Watch 把影像带到手腕上面。1983年 7A28 模拟指针的石英计时，精密到今天仍然被玩家称赞到。1988年 AGS 后来改名叫做 Connect， 它把运动的量能转为电能。1988年 Thermic 用体温差来发电，一直到2005年 E-Ink 电子墨水把显示做出了全新的视觉。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一长串的清单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在说一件事情。Seiko 把时间当作一个科学工程题目来解、来创造，他不只在乎的是抛光，他更在乎化学实验室、IC， 还有这一些互相影响的元素。只要能够让手表更准、更稳、更好用，一切的可能性都是值得投资的。OK， 讲到这边，我们还欠2个观众经常被误解的观念。
我想有少部分的专家会采取的角度来挑战既有的想法。第一个，便宜不等于不专业。很多人把 Seiko 5当成入门的玩具，可是你把它拆开来看，甲板的加工、齿轮的魔术、抗震的设计，甚至是外壳的防水结构，其实都有它的工程语言逻辑存在。是，它没有手工的倒角，没有镜面的抛光，但是它把每一分成本都放在功能优先的地方，在耐用、好修、好带，创造出平凡的伟大。第二个是10音不等于没有灵魂，9F、8J 甚至是 Grand Seiko 的 9F86 带有独立的快调时针，这些高精度的10音把准确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，还要维持指针的质感跟顺跳的日历。时间不只有摆轮震动的浪漫，准到让你忽略它本身也是一种浪漫。专家会说，灵魂不在结构分类，而是设计者放进去的诚意跟约束。我们把镜头转到近年，2020年 Seiko 以黑金配色的 Astron 限量致敬创办人160周年。2021年 Seiko 喊出 Moving Ahead, Touching Hearts， 这不是广告词哦，而是 Seiko 品牌的 DNA 的翻译，向前而且动人。到2022年 Seiko 重新复活了 King Seiko，KSK 锐利的面跟棱角把1960年代的日本现代主义的语汇搬回来。2024年 Seiko 迎来品牌的100周年，以1924年第一支 Seiko 的字样腕表为起点，你会看到它不是大肆的放烟火，而是用一系列致敬的作品，从材质升级比如说高耐腐蚀的刚性钛合金，以及这种生产据点的在地叙事方式，去说明我们 Seiko 一路上都在。到2025年 Grand Seiko 的 9SA5、9SA2 Spring Drive 的5日链，白桦木树林、雪白、冰湖、玉神渡等自然主题，依旧稳稳地站在舞台的中央。Prospex 跟 Presage 用一次一次的微调，把手感做得更顺、更服帖、更贴近日常的生活。Crater 在高艺术路线持续了少即是多的极简之美。这是 Seiko， 它不是每年喊破喉咙的那种张扬，更像是一条河流，在你看似不注意的情况下，它却一直在流，流到你终于发现，原来这条河流养着一整座城池。讲到这边，你可能会想，那这么多，从3000到30万，我该怎么选呢？我就用吉米的方式来帮你配菜。你是第一次买机械吗？那 Seiko 5 Sport 挑一颗让你笑得出来的配色，喜欢的造型，带着放心，摔了不心痛，拿来拍拍照刚刚好。那如果你是一个爱往户外跑的人， Prospex 的潜水管找有 IS 的规格，找有旋入式的表冠，找有历史血统的外形，比如说62 Max 或者是1968，你会得到一把可以上山也能够下海的上班的日式军刀。那如果你是通勤族、上班族， Presage 的珐琅面、漆器或是干净的3针日期，配上高质感的皮带，会让你每天出门戴手表的那10秒钟变成一个全新的仪式。你是在收藏路上的人吗？那 Grand Seiko 的雪白、白桦、白色金泽、Suratsu 的这个抛光，让你一眼入坑。但是我建议啦，再多用放大镜看一次指针跟时标，你就会懂 Grand Seiko 公差为什么这么的动人。但如果你是追求极致，那贵朵、Crater、凤凰、刀雅这些把时间变成艺术的系列，你不用天天戴，偶尔从盒子里拿出来把玩它看一眼，就会想起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留1分的余白。那市场与价格怎么看呢？ Seiko 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是三明治，不是底层薄薄一片，中间硬塞厚厚一片的高价位，在上面再撒一点豪华，它更像是完整的一栋楼，地基有力，这代表了供应链跟工程。那每一层都有功能定位跟人群定位，入门的这一段让你先戴起来，
中段的手表让你用得更好，高段则是让你看见工艺，顶段则是让你遇见艺术。这也就相当就是我刚刚讲的 Seiko 5 Sport、Presage、Prospex 以及 Crater、Grand Seiko 以及 Crater。OK， 这也是为什么 Seiko 的粉丝常常说从小陪到老，因为人生的每一个不同阶段，总能够在它的楼层找到相对的位置。回头看整条的时间线啊，你会发现 Seiko 的关键，它并不是一次次的大胜，而是长期并且一致方向性的对使用者友善的那一种顽固。关东大地震曾经烧掉工厂，把他们的名字变成了承诺。石英的革命颠覆了全世界的钟表产业，他把定义权抓在了手里。数位浪潮来了，他玩易经、玩 TV、玩电子墨水。用户来信说我在深海没有人可以救我，所以他就做了一只可以带你回到岸上的工具。玩家说我想要日式的高级感，于是他们就把白桦树林、雪白、湖面的冰川放到了表面上。而职人说我需要一个永远精准的参照，于是他们就把 9F HAQ 打磨到几乎让人忘记时间的流逝。这些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品牌的一个选择。一个品牌长期选择把难的留给自己，把好的留给客户。在这个 AI 电动车、低轨卫星满天飞的年代，手表看起来好像越来越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。但是最矛盾的事情就是越不必要，越能够看见它的必要。因为手表的功能在这个时代不再只是报时，它是你对时间的一种态度，是你每天早上帮自己按下开启键的那个仪式感。Seiko 懂这件事情，他用可以负担的价格教你怎么样入门，用可靠的工程陪你上班，用审美的细节滋润你的眼睛，用顶级的工艺在你的心里点一盏明灯。当你忙到一个段落，抬手瞄一眼那一根正在滑行的秒针，你会忽然想起啊，原来我不是被时间追着跑，而是跟着它一起在走。好了，故事讲到这边，吉米还是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一个世界百大品牌故事的系列，把历史、工艺、设计加在一起讲的长篇内容，那这种长影片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的花时间，我们整理资料也整理得非常辛苦，也不能讲辛苦了，应该说我们得花比平常制作影片3倍以上的时间来做一集。所以这个的集数的更新不会到特别的快，有可能是1-2个礼拜我们才会出一集。OK，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，记得帮吉米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中间有广告，记得帮我多看10秒钟，这对我们来讲真的非常重要。OK， 那也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，你们最喜欢的 Seiko 是哪一支？是62 Max 还是桦木树 ？OK， 甚至是你们喜欢的跟我一样是他们家的高阶石英款。在收尾之前，还是想要跟大家讲一句，如果你们一路看到了这边的话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我知道这一支是长片，但这样的长度才对得起 Seiko 这个长期主义刻进 DNA 的品牌。喜欢的话，就拜托大家一键3连。为什么要讲一键3连？那不是大陆用。Anyway， 一键3连，反正你没听得懂意思啦。总之 ，Seiko。我觉得你们不用一次去记住它所有的能力，试着从其中1-2个产品的角度去看，你会发现 Seiko 的细节其实不是藏在魔鬼里，是藏在他们不说。他们就算做得再好，他们不说，他们会让你自己去感觉到。最后我会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这一集 ：Seiko 不是用鞭炮来证明自己，而是用日常。从银座的小店到全球品牌，从大地震到石英革命，从工业化到艺术化，每次都在关键时刻做了正确的选择，把时间做准，把结构做好，把审美做深，把价格做广。于是在140年后，当你戴上它，你戴着不只是手表，而是一种我们可以把难的事情慢慢做，做久做好的一个信念。最后，不管怎么样的手表，总归一句话，它都没有办法留住时间，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，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。吉米在这边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，玩得健康，然后戴手表可以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，以及对于时间，我们永远保持着庆祝的态度去活好
每一分每一秒。谢谢你们收看世界百大品牌故事 Seiko 精工篇，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